前几天，在孟加拉国吉大港某机场上，监视器拍到一架空军的雅克130喷气教练机通场时突然向左横滚，接着画面一转，只见该机连续做了2周横滚后触地起火，而后竟神奇拉起，爬高左转向水面飞去。在彻底失控之际，两人弹射跳伞，飞机一头扎进水中。从画面看，该机做第1周横滚前机鼻抬起不足，以至于进入倒飞后正弓角丢失。接下来的画面里，该机进入第2周横滚，此时机鼻下偏已进入俯冲，后座的教官发觉不妙，但来不及修正，于是他紧盯地面，等大地掠过头顶转到右侧时，看准时机，在0.1秒内向右后方准确带杆，使飞机在离地几米时改出横滚并抬头，以约13米每秒下降率触地。虽然发动机崩圈起火，但还是凑合着将飞机推向空中。这次事故说明，雅克130教练机凭借灵敏的颈部稳定设计和电传操纵系统，能在触地前0.4秒内从横滚俯冲变成抬头平飞。但这要求教官必须绝对精准地做出肌肉记忆动作。在极限状态下，有些大神确实能靠唯一一次机会躲过死神的镰刀，而这些大神中必须包括威廉·比尔·奥格纳中校，他是比利时空军银片飞行表演队成员。其绝技就是驾驶低空低速下异常难飞的 F104， 完成 Touch Roll Touch 动作。该动作要求 F104 起飞后凭借较大的弓角迅速横滚，在倒飞转正飞时同步拉起机鼻，继续转正弓角以控制住吊高，并始终将速度维持在失速速度的1.2倍左右。等机翼转到水平就顺势落地。这套动作虽然看似简单，但由于该机在低速大迎角滚转中会毫无预兆的突然坠毁，因此是对人类操控极限的严酷挑战。目前只有奥格纳中校一人多次完成了此动作，而其他用 F104 尝试的人全都摔死了。虽然后人们在电脑游戏中也能复刻 Touch Roll Touch 特技，但真正的 F104 脾气可比电脑游戏中要古怪得多。接下来，飞行员们还要面对几乎无胜算的操控挑战。说到极限操控，必须提及1983年5月1日，以色列内盖夫沙漠上空，4架 A4 天鹰攻击机和2架 F-15战斗机在模拟狗斗，结果一架 F-15和一架 A4 相撞，得知 A4 爆炸坠毁。这架 F-15前座的新兵乔恩·艾斯利慌忙检查，发现座机似乎只受轻伤，有些漏油，于是经后座教官兼领航员同意后驾机返航。虽然该机右侧机翼被完全撞掉，但机组2人都未察觉，只是向机场进近时，发现稍微收油就会螺旋下坠，2人不明就里，于是增大油门改出螺旋，以正常速度的2倍进近，最后以时速480公里触地安全降落。2人下来才发现，原来是旗根撞掉了右翼，不禁双双瘫软坐地，面面相觑，只恨没有及时跳伞。可见有时人在不知不觉中只靠强行硬来，也能达成极限操控。但让一架损坏到难以控制的大飞机安全降落，才是对飞行技术的极限考验。1983年11月2日早9点，山西汾阳空8师24团一架轰6轰炸机与河北承德空24师71团的歼6战斗机进行歼轰对抗演习。9点50分，一架歼6模拟攻击时脱离过晚，撞掉了轰6的垂尾。驾驶该机的中队长孙鄂军立即确认方向舵失效，升降舵也仅能小幅摆动，并且舵机失去液压，全凭人力搬动操纵杆牵拉钢索控制，杆力十分沉重。此时飞机进入了俯仰坡度偏航交替的荷兰滚，以45度坡度和每秒35米下降率调高，于是机长和副驾驶挣扎求生，尝试随飞机姿态反向移动操纵杆，最终找到规律，成功抑制住滚动幅度，并放出些许襟翼，勉强维持平飞。苦撑6分钟，从3000米下降到1000多米，到达迫降机场，却发现视野不佳，无法着陆，于是又摇晃着强行飞了半个小时。10点30分到达第2个迫降机场，但进到500米高度，竟发现跑道头停着飞机还是不能降落，只好颤巍巍拉起飞往第3个机场。这时飞机油箱和飞行员体力都已见底，操纵起来无比难受，就这么拼命坚持15分钟，又飞到河北沧州姚关屯机场。降落中，机长和副驾驶通过协同精确操控，拉飘阶段成功让主起落架，恰好在机身滚转到摆平加抬头姿态时触地。该机10点45分安全降落。在这55分钟里，机组6人直面死神从容较量，最终逃出升天，被记集体1等功。这说明上世纪80年代初，轰6安装的弹射座椅设计的确实糟糕，其生还几率还不如和死神掰手腕胜出的几率大，但也因此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。